大家好，我是 Aceson 了。今天来跟大家开一场非常之特别的一场比赛。那这次为什么那么特别啊？那除了这次打的那个对手啊是那个第7名，对，就是名列前茅对手之外，我们呢这觉得对决啊是一场100%的基本功对决。对，什么是基本功对决？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个招式的切磋。双方的切磋都是基于熟悉自己的英雄之外，还熟悉对面那个英雄的走法的那个对战了。对，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OK， 那一个之前也是那句，如果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那如果不喜欢的话，这句很久没有说过了，也是订阅一下，因为我们会非常常见。对，就是我们会经常见面。OK。那回到那个影片里面，那刚才说到为什么这就是一个100%的基本功对，哎呦，直接掉下去，基本功对决。其实这样就是很简单，我这个 Alpha 抓不到人，对，基本上抓不到人的话 ，Alpha 那只有一个打法而已，就是重低打法。那其实这个重低打法有什么是这个重低打法重点？其实就是基本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地啊，其实重地如果要抓人的话，你要熟悉，除了熟悉自己英雄的那个重地距离之外，你还要熟悉对面那个英雄到底他的印值，就是那个招式施展完之后那个印值点是在哪里。对，基本上你要熟悉这2点，那基本你的重地打法才会成立。那所以的话，为什么重力打法听起来那么简单？你看起来用的那么简单，那但是为什么有些超怂玩家或者有些刚接触超怂的那些玩家，他会觉得这个重力打法是有点困难，就是这个原因了。那这边的话，其实虽然我是抓不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些魅魔衣服也是抓得到我，对，这有点奇怪。不过，那这个玩家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他是一个。我会说是一个超级主流打法的玩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有一批玩家他的打法其实就很明显是特别的强的。就是说我之前打过的那些什么雷哈，甚至以前的那个破天王，他们的那个打法也是很标志性的，明显是比一般玩家强的一个打法。就怎么看出来，就是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英雄啊，那个熟练度很高，对于各种情况的应付也是十分之高。那个情况应付的情况，就是见招拆招的一个技巧非常成熟，应该这样说，就是他基本上应对什么状况都有一套应对的那个准则在。那这种玩家是十分之难打的。就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以前的那些影片的话，那基本上你也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区别在哪里。那这个玩家也是那种玩家，那很明显他就是见招拆招非常之厉害的一个玩家。所以看到我抓不到他，但没所谓，我们抓不到就可以开始我们基本功对战的时刻了。那是非常之好玩了，因为基本上就是大家各展所长了，就是展示自己基本最厉害的一面来打这个比赛。例如说什么怎么抓对面的印子啊，那个技能怎么开才开得最好啊，那些，哎呦，我这边做到那些特别好看的一个东西，都会在这个比赛里面展示出来。对，那对我来说，什么是基本功？这个其实我相信也是有很多人会问，什么是基本功？那其实我之前不是说过吗？这个游戏其实大致上会分2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基本功阶段，我经常说的，就是技能好之前，大家会互相切磋的那个阶段，没有技能接入的那个阶段，我会说成那个基本功阶段。那另一个阶段就是技能阶段，就是大家的技能已经好了，那大家都会开起来抓对面，甚至有一些字面性技能，例如说什么人员披风的一些字面性技能，也会在技能阶段里面展示出来。那这次我会简单跟大家说什么是基本功阶段的。那这个是我的看法而已，那有些人是不同意，那就还没所谓。那因为这个是大家看法都不同啊，那所以呢，我就说一下我自己对基本功的那个看法是什么。那其实基本功的话，我是觉得
有2点。第一点就是你对于自己那个英雄熟练度，就是例如说我的 Alpha 的熟练度就比一般人强，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对面不知道怎么应对我。就是你对自己英雄的熟练度啊，就是基本功的其中一环。那因为你的熟练度越高的话，就代表对面就越难打你。就是例如说，你有一些角色的很奇怪走位啊，例如说什么你的角色有一些很奇怪的攻击啊，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我超怂难打的原因，因为我超怂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没什么人用。那如果没什么人用的话，就没什么人会主动去破解我这些英雄，因为你放眼看整个印尼服的话，其实用超怂战士的玩家，其实我相信应该不会超过10个，应该是这样。对，所以的话，打超怂有个先天优势就是没什么人用，那就没什么人破解，那就很难打，这是其中原因。那基本功另一边的另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对于对面那个对手的熟练度，就是你对于对面对手的英雄的熟练度是多少？那个熟练度，不只是，或者是不局限在你对于那个英雄使用熟练度，而是你怎么应对他的熟练度。例如说，我们经常说打 Meta 玩家，然后我以前打很多 Meta 玩家，那我有时候不是会分享一些打那个英雄的那个方法嘛？那个方法通常都是对我来说是有效的，那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效？那期望也是对你有效。对，那如果那种找出应对方法，就是你对于那个英雄的熟练度的其中一环了。对，那个就是我所说对面英雄的熟练度，就是这个意思。那基本上啦，因为我玩了很久了，那个基本上我是从2012年开始玩，就是什么英雄都没有那个年代，所以我以前是用一个护士在那个 DDD 来跟对面打架的。那基本上我是一直玩到现在。那我对于所有的英雄的熟练度，其实虽然我不是会使用它，但基本上我是会知道怎么应对它。那个也是我的影片经常会教大家怎么应对英雄的那个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玩了10几年这个游戏，14年应该是13、14年差不多。那基本上我是所有英雄我都打过很多次，所以的话我对于所有英雄的那个熟练度，就是怎么应对这个熟练度，其实也是蛮高的，要说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基本功会比一般玩家好的原因，就是我打了很多这种不同类型英雄，那我会知道怎么应付。对，那这个就是我所说基本功的组成部分了。就是简单说的是，你的英雄熟练度跟对面英雄熟练度，你这2点越高的话，你的基本功就越好。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例如说，我这次我打这个 Demon Lord 的话，我们这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让他重低抓到。那我就会主动避开他那个有能量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 Demon Lord 有能量的话，你基本上你是不会避开他那个能量的那个时刻，那你就会让他做到很大的输出。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懂得怎么应对他。那个就是你对其他英雄熟练度那一点了。对，那还有一个额外的我要说一下，那个是比较我也觉得算是基本功的一环，就是当你被对面打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对面那个弱点是什么，那你会避开了攻击嘛？那避开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因为那些什么情况的出现啊，有些你会导致一些攻击你回避不到，那怎么办？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硬着吃他的那次的打击。那怎么吃？我通常呢，如果我要已经100%确定那个我是避不开了，我会把自己轻轻的跳起来一下。为什么要跳起来？其实就是导致自己啊那个被攻击时候掉落的位置跟以前这个玩家所预判的一个位置不同，而导致他的 combo 失败，就是这个很大的那个优势点啊，就是我的掉落位置被他打到我会倒地嘛，那我倒地的位置是他平时不会接触到的一个位置，那基本上他的那个倒地就会有很大几率就无效了，就是你尽管被他打到，你也不会
因此而受到什么很重要的伤害。对，就是这样。这个是我简单来说是那个瘦身的技巧。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瘦身技巧，因为他不懂嘛，那他会觉得，哎呦，这边水一点可以，这边把它戳下来就行了。OK， 这边直接把它收掉。那很多人不懂这个瘦身技巧，如果他是敌人，看到对面为什么每次掉那个位置那么奇怪，他是会觉得不是对面的技术好，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在，他是会直接觉得是对面很 lag， 就是他对面的网络问题而导致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那你现在知道有个东西叫瘦身，那你就会知道多一个情况出现，那你就会不会有刚才那个误解了。对，那来到第5回合啊，那大家看了那么久，我相信也看得出来不少，就是对面其实也是一个基本功很厉害的人。那基本上他也是设他的 attack 来防我的超雄跳跃，但很明显，这个有一个弱点，就是他如果用远程英雄让我抓到，就是那些什么设他 attack 那些啊，比如说什么魔弹让我抓到，基本上他会被我打很多血。为什么？是因为基本上那种英雄啊，他不会点这个防御跟掉落伤害。那只要他让我抓到一次，那基本上他就等于要准备被我削一大段血了。OK， 这边做到，这边尝试一下喷他装。OK， 这边抓 OK， 也是跟以前一样，你喷他装备，如果他用反装或者什么其他奇怪状况导致你的combo失败，不要想那么多，直接捡他头盔。对，这个也是基本功一环，就是你怎么应对那些突发状况。对，这个就像刚才一样，直接捡他头盔就行了。OK， 那这边的话，我就用一招技能换了他一招技能之余啊，还得到一招技能。对，这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那基本上他现在就没什么技能了。哎，可惜这边就其实如果你看到对面在有做一些类似用身体来瞄准你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哎呦，你就可以预备反装，比如说什么要素势头那些准备了，因为基本上他在瞄准的时候，他肯定要做什么奇怪的 combo 了。对，这边的话小一点。OK， 这边的话看起来两面技能应该是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他已经把那个夏娃拿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人这个打法那么熟悉，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群人都是这样，就是内涵那群人都是很喜欢用夏娃，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我是怀疑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借账号代打的情况出现，不过这个是我的猜测而已。那可能是他们真的那么一群人是同一个打法，也说不定。对，所以的话就这点我觉得奇怪的地方。那基本上他的血量已经让我压到剩0血了，那基本上再抓他一次他就死了。哎，但是时间已经来了，弟弟。那我们小一点啊。哎，又是这个梅菲斯特披风。哎，可以，刚刚好，吓死我。那这边的话，小一点啊，那抓他，他没技能，我也没技能 ，OK， 那他应该死了。那再中第一，那射，那个射，那就救了，对，谢谢。